梗王无敌的佐菲到底创造了多少个名梗？众所周知，沙弗林作为奥特兄弟的大哥，又是奥特宇宙警备队的队长，原以为战力异常强悍，但总是因为某种神奇的力量，令那位大人每次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那今天就来看看岩头队长这些名梗的由来。一，我是沙弗林。在初代的大结局中，初代面对实力强劲的杰顿，被其一击毙命之后，佐菲前来给初代收尸。因为翻译的问题，把原本我是 M87 星云宇宙警备队佐菲误翻译成了我是沙弗林。我是沙弗林。我们再来听一听原片。小天实在想不通是哪几个词误听成了沙弗林，可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沙弗林这个梗伴随了佐菲的一生。二，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佐菲制定的，这又是一个翻译背锅的梗。在杰克奥特曼最终话中，香秀树询问百特星人奥特曼的抹杀计划是什么，百特星人便说出了这个名梗：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佐菲定的。但其实原片的意思是消灭奥特曼从佐菲开始，硬生生翻译成了佐菲是幕后真凶。厉害！三，岩头队长，这我就要给岩头队长鸣不平了。在泰罗奥特曼第18话中，泰罗面对火山怪鸟巴顿，不仅被其嘎了腰子，还被其残忍杀害，可谓战力十分强悍。此时佐菲前来救援，给泰罗收完尸后，原本会按照剧本一鼓作气做掉巴顿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因拍摄时怪兽巴顿喷出的火焰，意外将佐菲头部点燃。导演临时改剧本，将佐菲硬生生写死了，甚至还暴尸3天3夜，无人前来收尸。这一经典场面被言传至今，岩头队长的名号也一起被广为流传。四，无敌的佐菲倒下了，客串频繁吃瘪。小时候觉得佐菲既然是奥特兄弟的大哥，心想战力同样强悍，但那时奥特曼但凡客串，10有8九都会吃瘪。佐菲又没自己的 TV， 想要出场，这不是刚好满足这个要求。在泰罗奥特曼第40话中，暴君怪兽泰兰特在海王星登场，此时佐菲赶来与其交战，但仅仅过手2招便被其迅速击败。此时旁白来了句：无敌的佐菲倒下了。虽然泰兰特后续又陆续击败了初代赛文杰克艾斯，但只有无敌的佐菲倒下了，被流传至今。随后又在团灭发动机艾斯第13话中，亚波人用假奥特签名，将奥特5兄弟骗到高格达行星上，随后利用奥特兄弟怕低温的弱点，将奥特5兄弟钉在了各自的十字架上，佐菲再次成为了背景板。同时这一片段还造就了奥特巴掌和奥特刃坟的名场面。这是我的坟墓，上面刻有我的名字，这不可能，这是我的十字架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紧接着又在艾斯第26话中，佐菲带领着奥特兄弟前来救援艾斯，结果刚落地没几秒，就直接被屌面星人的玻璃罩套中，一点反抗空间都没有，导致全员变成了青铜像。然后在09年上映的超银河传说中，贝利亚大闹光之国，佐菲赛文初代作为王牌选手挺身而出，但其引以为傲的 M87 光线却被贝利亚轻松化解。随后贝利亚一脚直接将佐菲从几百米高楼踹到地面，踩在脚下直接昏迷了过去，场面极其狼狈，更是在奥特银河格斗2中被贝利亚嘲讽：你还有了星星的标志啊，佐菲你出息了呀。5. 奥特握手奥特质问，在雷欧奥特曼第38到39话中，巴巴尔星人伪装成阿斯特拉偷取了奥特钥匙，引发了奥特兄弟与雷欧兄弟之间的冲突。奥特之王为了平息冲突，一击射断了奥特钥匙，随后造就了奥特握手和奥特质问的名场面。大王，为什么折断奥特钥匙？在后续作品中，奥特之王的神明地位被进一步明确，也被称作神秘4奥之一。佐菲与泰罗再次面见时直接下跪，与奥特质问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以上名场面便是佐菲梗王的由来，有查漏补缺的请大家提点提点。